大家好，这里是肯德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柔韧训练。柔韧性作为一种身体的运动能力，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尤其是女性朋友。那么，柔韧性好坏是由什么决定的？它最适合什么样的人训练？柔韧训练怎么做最有效？我想很多人都不明白。这个系列视频将会对柔韧性的问题一一解答，帮你解决其中的疑问。我们先从柔韧性的理论知识讲起。虽然内容有些枯燥，但这是你搞明白柔韧性训练的关键。柔韧性是指关节活动范围的大小，包括静态柔韧性和动态柔韧性。静态柔韧性是指关节和肌肉在被动拉伸时能达到的最大范围，不需要肌肉参与活动，只需借助外力实现，例如自身体重、他人或者工具。那么动态柔韧性是指在运动中通过肌肉的参与，关节可以实现的活动范围。通常来说，关节的动态柔韧性大于静态柔韧性。那么静态柔韧性和动态柔韧性哪个重要？大家想一想，我在后面揭晓答案。每个人的柔韧性好坏不同，这受到关节结构、年龄和性别的影响，也受到运动能力、抗阻力训练和柔韧性训练的影响。当然，关节结构我们无法改变。在年龄方面，年轻人的柔韧性比老年人更好。老年人经历了一个身体组织纤维化的过程，纤维结缔组织取代了退化的肌纤维，造成柔韧性的下降。女性的柔韧性比男性好，之间的差异主要来自于身体的解剖差异，也可能因为男性的肌肉体积大或者较小的肌肉运动幅度造成这样的结果。因此，关节结构、年龄、性别这三个因素无法改变。提高柔韧性只能通过改变运动能力、进行抗阻力训练和柔韧训练这三个因素来实现。决定柔韧性的身体组织就是结缔组织，包括肌腱、韧带、筋膜等等。简单解释一下，肌腱是一种强劲的贯穿肌肉的纤维性组织，它是由胶原蛋白构成的。它的功能是将肌肉和骨骼连接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肌肉两头延展出来的部分就是肌腱。韧带的功能是将骨骼和骨骼连接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骨骼之间的韧带。韧带比肌腱更具有弹性。筋膜的功能是将身体各部分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包括肌肉筋膜、神经筋膜、骨骼筋膜、血管筋膜等等。肌腱、韧带、筋膜都是由胶原蛋白构成的，因此它们具有弹性和可塑性。理论部分讲完了，其实也不难理解。那么我们结合运动健身聊聊什么原因造成身体柔韧性差。首先就是肌肉体积。我知道咱们频道的老铁们大多热衷于抗阻力训练，并且希望塑造出更大的肌肉体积。然而，随着肌肉体积的增加，关节周围会被更多的肌肉覆盖，这就会限制关节的活动范围。例如，你可能需要身边的女性帮你在后背挠痒痒，但是很少会见到女性需要男性帮助挠痒痒的。再者，肌肉本身具有张力或者说弹性。我们可以把一块肌肉比喻为一根皮筋儿，无疑细皮筋儿比粗皮筋儿更容易被拉长。所以，如果没有进行特殊的柔韧性训练，大体积的肌肉往往更加紧绷，这进一步影响了其伸展能力，从而降低了身体的柔韧性。接下来，我们来谈谈训练动作的选择。许多肌肉训练者一旦找到他们喜欢的一种动作，就会固守这个动作，导致肌肉只具备常做的几个运动方向的收缩能力。以平板卧推为例，胸肌在一个熟悉的运动轨迹中反复的收缩，时间久了，胸肌的纤维就会习惯这种单一的方向和模式的收缩，结果胸肌对其他方向和模式的收缩变得陌生。这样，无论在柔韧性、灵活性、收缩速度的变化能力都可能因此受限，这就导致胸肌的运动能力降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肌肉训练者，尤其是那些肌肉大的人，虽然肌肉大，但是运动能力差，动作行为看起来很僵硬，给人一种不够灵活的感觉。第三，训练动作的完成模式。很多人在训练时不会做肌肉的全程收缩动作，只做半程动作。例如这个肱二头肌的弯举动作，肱二头肌收缩没有完全，拉长也是半程。长期这样训练，肌肉因为缺乏被拉伸的机会，也就不具有很好的被拉长的能力，肌肉的张力和弹力必然下降。同时，增肌训练的效果也不高，
因为只有在全程收缩的情况下，肌纤维受到的刺激才最大，才能出现最大的损伤。当然要注意的是，我现在是指以增加肌肉体积为训练目标的训练。如果你的抗阻力训练是为了其他目标，那么你要根据你想要发展的能力确定你的肌肉收缩模式。可见，因为以上3种原因导致了肌肉训练者出现柔韧性差的结果。但是要知道，无论是肌肉训练还是增加肌肉体积都没有错，只是要在增加肌肉体积的同时关注到柔韧性的问题。改变的方法，第一，定期调整训练动作和角度，避免肌肉收缩方向处于单一的模式。例如，以前你训练胸肌大部分动作用的是杠铃，你可以定期改为大部分使用哑铃来完成动作，让肌肉在多种训练模式下获得不同的训练效果。再例如深蹲，深蹲是王牌训练动作，并不是要放弃深蹲这个动作，而是在深蹲时经常改变两脚站立的距离。当双脚同宽、同肩或宽于肩部站立时，蹲到相同的位置，下肢的肌肉得到的拉伸程度和张力都不同。定期改变站距，让下肢肌肉能应付各种角度的收缩，下肢的柔韧性一定会得到提高。第二，一定要做全程肌肉收缩动作。我知道有些人不这样做是因为不了解其中的原因，但是更多人不这样做是因为一旦做了全程收缩动作，力量表现就会下降。还拿肱二头肌弯举这个动作举例，当肌肉被完全拉长时，肌肉力量就会下降，你就无法像以前那样满足自己的自尊心，使用看起来很大的重量。但是你来健身房是来破坏肌肉的，不是来显示你多有劲儿的。因此踏踏实实的做全程肌肉收缩训练，对你来说才是正确的选择，这样才能带来更多的肌肉体积，更好的肌肉柔韧性，同时训练出来的肌肉也更好看。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说说什么是好的肌肉。好的肌肉应该在放松时是软软的，手感和脂肪没有太大的区别。这就像你买块牛肉，用手捏这块肉就会发觉脂肪和肌肉的软硬程度差不多。很多人认为肌肉就应该是硬的，要知道肌肉只有在收缩时才是硬的，如果平时就是硬的，那一定说明肌肉发僵。发僵的肌肉收缩速度慢，其中的原因我以后找机会给大家讲解。所以应该追求张弛有度的肌肉。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柔韧性分为静态柔韧性和动态柔韧性。决定柔韧性好坏的因素来自于关节结构、年龄、性别以及运动能力、进行抗阻力训练的方式以及是否进行了柔韧性训练。其中前3种因素不可改变，后3种因素是可变的。对于肌肉训练者来说，造成柔韧性不好的原因来自于肌肉体积、肌肉收缩模式以及训练动作完成的程度。以肌肉体积为训练目标的人，首先要关注柔韧性训练的重要性，其次要定期变化训练动作，包括训练动作本身和肌肉的运动角度。第三，要做全程的肌肉收缩动作。今天我们讲了柔韧性训练对身体的优势以及作用，下期我来讲讲柔韧性训练对身体的弊端，敬请关注。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